她是世上最美的女孩，却也是最为孤独的人。她16岁才第一次来舅舅家，可舅舅和她打招呼，她却冷着脸不愿回应。舅舅叫她吃饭，她竟然站起身急忙躲避。Just leave me alone. 他之所以如此孤僻，是因为父母的意外离世，让他突然变成了孤儿。在官府的安排下，他被迫来到这个从未谋面的舅舅家，寄居在这个偏僻的马场。他不喜欢这里的一切，然而一匹黑马的出现，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是一匹野性十足的烈马，原本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只因在马路边多看了一眼，就给族群带来了灭顶之灾。一群美国人入侵了他们的家园，并将他们团团围住。那些性情温顺的马会被卖给人类充当苦力，而脾气暴躁的马则会被送到工厂制成胶水。幸运的是，这匹黑马被女孩的舅舅看中。Poor girl, you're just frightened, I know. Angry, I'm sure. Well built too. Elegant. 舅舅将它买了下来，从千里之外带回到此地。但他的母亲曾说过，一匹野马的意志永远不会被击垮，因此他仇视任何人类，即使小胖好心为他添加草料，他也满怀敌意地发起了攻击。好在小胖跑得足够快，才逃脱了皮开肉绽的厄运。舅舅见此情形，试图凭借自己30年的驯马经验，用一根胡萝卜安抚他的情绪，但也差点马失前蹄。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却唯独对小乔没有敌意。或许他们都是因为失去了亲人，所以能感受到彼此破碎的灵魂。 She was rounded up out west, taken away from her herd, her family, all she'd ever known. Her whole world'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Please stop. I don't need your sympathy. We'll get used to each other in time. You're not my family. 舅舅自以为是的关怀，换来的依旧是冷漠的回应。作为最好的驯马师，舅舅难以驯服那匹黑马，更难以走进小乔的内心。不过这天他发现了一个契机，或许能够拉近与小乔的距离。看到小乔对黑马感兴趣，舅舅便特意在马场中央展示自己的驯马绝技。 Horses are a window to your soul. They can read your facial expressions, your emotion. They'll feel everything you do. 舅舅那专业的驯马技艺果真吸引了小乔的注意，于是舅舅趁热打铁，赠予小乔一本讲述如何与马交流的书籍。收到书的小乔在这里第一次扬起了嘴角。第二天，小乔便借助书上的知识，试探性的与黑马交流。 I don't know why anyone would try to tame me. Neither do I. 随后，小乔勇敢地踏进了马圈，但是这个举动却让黑马不安地扬起了前蹄。面对可能受伤的风险，小乔并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这无声的交流中，黑马感受到了小乔的真诚，于是渐渐卸下了防备。当小乔单膝跪地的那一刻，他们仿佛跨越了物种的界限，完成了心与心的相会。 Maybe that's what I'll call you. Beauty. Would you like that? 就这样，那从来不让人接近的野马与从未接触过马儿的女孩成为了彼此最亲密的伙伴。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人一马如影随形，那些曾经的伤痛与孤独在陪伴中逐渐消散，就连小乔对舅舅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然而好景不长，这天小乔偶然间听到马场老板欲将黑美人卖掉，只因他的野性难驯。为了留下黑美人，小乔决定将她驯服。可他刚刚拿起缰绳，就遭到了黑美人的强烈抵触。小乔看出他心有顾忌，于是把缰绳套在了自己头上，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给予了黑美人尝试的勇气。随后，小乔小心翼翼地把缰绳往黑美人头上套。这次黑美人没有再反抗，但在其他人看来，只有骑上马背才算真正驯服了这匹野马。于是，在舅舅的指导下，小乔试着给黑美人佩戴马鞍。然而，仅仅先是放上一块布，黑美人也极为不适应。小乔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面对其他女孩的嘲讽，小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并更加坚定地朝着目标努力。在经历暴风雨的洗礼后，终于见到了绚丽的彩虹。黑美人适应了背上有重量，小乔便成功为她戴上了马鞍。然而，当舅舅示范如何上马时，黑美人却犹如惊弓之鸟，突然在马场中狂奔起来。舅舅被拖行了将近30米，方才挣脱了被束缚的右脚。好在这片柔软的沙地没让舅舅遭受严重的伤害。这天，当小乔在宁静的树荫里继续钻研那本驯马书籍时，却在无意之中瞧见了自己与父母的相片。小乔这才意识到，尽管舅舅从未与他相见，但却一直关注着他们家。这个温暖的发现即刻勾起了小乔对父母的思念。一时间，内心涌动的泪水如成串的珠帘般滑落脸颊。看到小乔哀伤的神情，黑美人突然俯下了身躯，强忍着内心的恐惧，邀请小乔骑上他的马背。也许他明白，这是他能够给予小乔的唯一慰藉，而那掠过小乔发丝间的风定会带走小乔心中的痛楚。随后，他们闯出了马场的围栏，好似挣脱了命运的桎梏，在穿过茂密的树林，沐浴那和煦的阳光，驰骋于美丽的草地。然而，由于这是小乔初次骑马，他很快便跌落下来。面对因担忧而狂奔过来的舅舅，小乔露出了释怀的笑容。这是他失去父母之后第一次笑得如此灿烂。为了提升小乔的骑术，舅舅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在一次次的跌落中
后，小乔逐渐有了进步，他开始骑着黑美人去涉足更远的地方。金色的沙滩之上，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一人一马纵情驰骋。那清新的海风迎面轻拂，仿佛吹散了他们内心的阴霾。而远处海平面上的暖阳，则孕育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可是谁能料到，他们日益愈合的伤口，却被一场灾难再次弄得鲜血直流。随着冬天的到来，马场迎来了一位新马夫，但他却整日捧着手机，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Gotta get your nose out of that phone while you're working. Sure thing. 虽然马夫答应的干脆，但行为却是漫不经心。他把取暖器搁在马厩旁，就又一头扎进了手机里。突然一阵冷风袭来，将草料吹向了取暖器，于是星星之火开始蔓延，逐渐吞噬整个马厩。马儿们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地向人们求救。不知过了多久，小乔才听见了黑美人的嘶吼。他迅速朝着马厩奔来，穿过一片熊熊烈焰，径直抵达黑美人身边，用衣服遮住她的双眼，牵着她逃离了这片火海。这时，舅舅和马场的工作人员也匆匆赶来。Joe, you gotta Joe! Don't! 小乔再度冲进了火海，舅舅也跟着冲了进去。随着一匹匹马儿被解救，马厩也近乎烧塌的边缘。然而小乔却迟迟没有出来，这令舅舅心急如焚。一旁的黑美人也显得忐忑难安。终于，小乔牵着最后一匹马儿从火场里逃了出来，随后马厩便淹没在了火焰当中，而随之一起破灭的，还有小乔和黑美人共同生活的美好憧憬。马儿没有了栖身之所，马场老板便打算将它们卖掉。 Please, you can't sell Beauty. I'm sorry, Joe. All the trained horses have to be sold. What if I could buy her? I could work for you. Help train the others, rebuild the barn, anything you need. Uncle John, please. 在小乔的苦苦央求和舅舅的协助劝说下，老板答应暂时不卖黑美人，但在新的马厩建好之前，美人要被租出去过渡一段时间。见老板已经让步，小乔算是松了一口气，但他却不知道，这次租借会让他后悔一生。不久后，一位富家女租走了黑美人，而富家少爷则买走了一匹名为金吉尔的棕色马。在舅舅的争取下，小乔以马夫的身份，得以与黑美人一同前往那无与伦比的豪华庄园。这里的马场一尘不染，马儿也洁净的光彩夺目，看上去是个完美无瑕的地方。可黑美人却在这里遭到了富家女的残忍对待。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她让人剪掉了黑美人的鬃毛。更过分的是，她还在马鞍上装配了马刺，并时不时用脚猛戳黑美人。小乔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可他却对此毫无办法，只因雇主禁止他靠近黑美人。 You want to be tending to her, don't you? Grooming Beauty is apparently above my station here. I'll speak to York about you tending to Beauty. She's your horse, in my opinion. 富家少爷乔治的主动帮助，让小乔得以照顾黑美人。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盛大的赛马活动却成了他们彻底分离的导火索。在赛马比赛中，乔治和金吉尔并肩作战，成功摘得男子组的桂冠。紧接着，女子组的比赛也拉开帷幕。富家女为了争夺第一名，不停地用鞭子抽打黑美人，即使黑美人的马蹄铁脱落，她依旧毫不留情地鞭策，导致这次跳跃发生了意外。Beauty! 虽然富家女安然无恙，但黑美人却遭受了重创，医生为她包扎好了伤口，可腿上的疤痕却要遗留终生。于是雇主决定不再租用黑美人。在小乔准备带黑美人返回马场前，舅舅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由于马场收益欠佳，老板不得不关门大吉，并已经将所有的马儿卖掉，其中就包括了黑美人。 You're my family. I'm gonna find you. I'm gonna save up enough money and I'm gonna find you. 看着小乔潸然泪下，黑美人也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别离，只是没想到这一刻竟然来得如此之快。看到金吉尔赶来报信，小乔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来不及和黑美人说再见。随着货车渐行渐远，黑美人只能回头再望一眼小乔那张甜美的容颜。分别后，小乔决定去大城市打工，只为努力攒钱，有朝一日能够买回黑美人。而黑美人已经遇到了新主人特里，特里是一名野外救援队员，他的工作就是带着黑美人时不时游走在生死边缘。这些危险的经历让黑美人变得更加勇敢，也明白了什么叫做无私奉献。然而，一次惊心动魄的水中救援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只因这名游客不慎落入了湍急的河流之中，他的腿被卡在石缝中无法动弹，只能苦苦等待特里的救援。特里让黑美人站在上游别动，自己则将绳子绑在腰间，冒着生命危险朝游客移动。趟过肆虐的洪水后，特里艰难地到达了游客身边，并成功让他恢复了行动力。随后，游客自行游到了岸上，但是更大的危险却留给了仍在河流中的特里。看到山上的洪水奔涌而下，黑美
美人赶紧提醒特里撤离，可是特里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他和黑美人同时撤离，于是他割断了救生绳，将生存的希望留给了黑美人。看到特里命悬一线，黑美人没有丧失希望，他沿着岸边奋力追赶，凭借救人的强烈意志，跑赢了湍急的水流，勇敢地站在了河道中间，在那仿佛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边缘，奇迹般地将特里救了下来。然而黑美人却因这次救援不幸患上了重病，她浑身发冷，也无法站稳，最终倒在了马厩里。My brave horse. Come on, my girl, get up. 尽管得到了兽医的救治，但黑美人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在她奄奄一息时，她想到了小乔，想到了他们快乐的日子，想到了小乔对她许下的诺言，与小乔重聚的信念，宛如一剂神奇的良药，刹那间治愈了黑美人。然而，由于特里的退休，黑美人又被出售了。这次她来到了一个农场，农夫曾向特里承诺一定会好好对待黑美人，但他却言而无信，不仅给黑美人住最脏的马厩，吃最差的草料，还整天让她干最苦最累的活。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黑美人并未选择放弃。每当疲惫和绝望涌上心头，她就会想起母亲的那句话：一匹野马的意志永远不会被击垮。她始终坚信，只要坚持下去，终有一日会与小乔重聚。当火红的枫叶被纷飞的白雪替换，黑美人日复一日的劳作，在四季的变迁中悄然度过了7年。可她却一直没有盼来小乔，而此时的小乔正在银装素裹的大城市里，除了忙碌的工作，便是利用每一分闲暇时间四处探寻黑美人的下落。或许正是希望的力量牵引着黑美人被卖到了城里。尽管这里的马厩很小，但是新主人一家对她很好，小女孩那温柔的抚摸让黑美人仿佛感受到曾经与小乔相伴时的温暖。男主人对她疼爱有加，每天只让她工作3个小时。不过由于黑美人从未拉过马车，一开始的感觉颇为别扭，但在男主人的安抚和鼓励下，黑美人逐渐适应了这份工作。在公园拉车的日子里，她见到了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于是她开始憧憬小乔的出现，甚至总是忍不住四处张望，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也常常因此认错人。时间匆匆而过，大地又被染成了白色，天空中的雪花肆意飞舞，可冬日的寒风却极其刺骨。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男主人不得不带着黑美人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苦苦等待乘客的到来。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黑美人的眼帘，那是他曾经的伙伴金吉尔。没想到时间不仅夺走了他们的青春，也夺走了他们的朝气。金吉尔曾经强壮的身躯，如今已变成了皮包骨，他眼里的火焰与活力也被深深的无奈所取代。终于，他们等来了几名乘客，看到乘客们选择了金吉尔的车，男主人只好收工回家。但是没想到，黑美人苦苦等待的人竟然就在身后不远处，可他们彼此却丝毫没有察觉。有时候，命运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总是喜欢捉弄人。由于长时间在室外工作，男主人没能顶住寒冷的侵蚀，最终不幸患上了重病。女主人为了筹集医药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将黑美人卖给了一家马车公司。就这样，黑美人又换了一个环境，可这里的马厩不仅狭小，空气中还弥漫着霉菌和旧干草的味道。除了这个马夫对她不错外，其他条件简直糟糕透顶。更让黑美人难受的是，她的工作变成了轮班制，意味着她要夜以继日的工作，但她却无力反抗，只能期盼小乔早日出现，带她脱离这里的苦海。这天，一辆马车引起了黑美人的注意，她一眼就看出金吉尔躺在上面。朋友的离世对她来说如同晴天霹雳，瞬间令她瘫软在地。她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以及岁月流逝的残酷，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也在老去，不知能不能坚持到与小乔重聚。黑美人的这次罢工被刊登在了报纸上，这严重损害了马车公司的形象。于是老板决定将年迈的黑美人卖给屠宰场。当2个壮汉向他走来时，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竭尽全力反抗。他始终记得，一匹野马的意志永远不会被击垮。为了和小乔重聚，他愿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在这时，警察接到马夫的报案后，及时赶到了现场，将这2个非法交易人员带走。在他们离开的方向上，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黑美人仔细看了看，那不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小乔吗？时隔多年，小乔那甜美的容颜没有变。It's okay. It's me. It's Joe. Oh, my beauty. I promised I'd find you. 黑美人呆呆地看着，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至感受到小乔温暖的泪水，黑美人才如梦初醒。原来正是媒体的曝光，让小乔寻到了这里。彼此多年的坚持与等待，在此刻有了美满的重聚。同样美满的，还有小乔和乔治的爱情，以及舅舅那无微不至的亲情。Adiós, hermosa。临行之前，善良的马夫向黑美人做了道别。随后，他们穿越广袤无垠的平原，经过许久的长途跋涉，
回到了初次相遇的马场。而如今，马场已经焕然一新，有了更漂亮的马厩，也有了更多的马儿。这一切的美好来源于马场新主人的打造，而那位新主人正是小乔。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专门为黑美人买下了这个马场。小乔与黑美人的聚散离合，在清新的色调中以及大气的摄影下，人美马美，风景也如画，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世界，沉浸式感受他们的治愈故事。看完之后，我原本郁郁寡欢的心情，转眼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感动的泪水，以及后续内心的宁静与平和。这份治愈的力量，也许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感同身受。小乔，一个美丽却孤僻的女孩；黑美人，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他们皆因失去了最亲的人，从而封闭了自己，不愿让任何人靠近。然而，命运让他们不期而遇，开始了彼此间的慰藉，却又狠心将他们分离，让黑美人被迫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她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也尝尽了世间的疾苦，曾遇到过一些善良的人，可缘分却是那么的短暂。小乔深知黑美人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为了早日挽救黑美人，她在大城市里努力工作，一有时间就会寻找黑美人的下落。尽管每一次回眸换来的总是失落，但她始终坚信，总有一天会找到黑美人，给她一个温暖的家，让她告别颠沛流离的生活。倘若没有黑美人，小乔可能会长时间深陷阴霾，不知何时才能重燃生活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才能接受舅舅对自己的疼爱，甚至不知何时才能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黑美人治愈了小乔，而小乔也同样治愈了黑美人。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总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就需要某个人或某个灵魂伴侣的出现，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可有时候我们却很难遇到懂你的人，因此我们可能会觉得孤独，可能会抱怨没有人能体会我的痛苦，抱怨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但请不要放弃希望，珍惜每一个瞬间，珍惜每一个相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懂你的人自会出现，那个时候哪怕只是一点点爱的传递，或是一个简单的呼唤，都能让消沉的生命重新充满活力。影片中无论是逆境中的坚持，还是悬崖边的勇气，或是低谷里的希望，还是绝望中的爱，都是滋养心灵的甘露，也是重启生命的源泉。愿我们都能像黑美人的野马精神那样，永远不会被生活击垮。愿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期而至。看人生影视，品百味人生，我们下期再会。